哎，那其实胡景村的话，对于你看先知一班、昆虫一班，就告诉你，其实我昆虫一班就信号我出来了，我小丑也能打的，就是要给这个信号。对，然后看一下 WBG 这边怎么选。因为在藏地图能克制到小丑的还是挺多的。其实我们都了解到小丑这个版本，就之前我们也去聊过一下嘛。因为小丑现在热门起来之后，你会发现很多单六角色是能克制，但是这个救与不救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大家一直都在纠结跟质疑。对，就什么呢？你救这个人之后，你会发现他开2阶了。对，2阶之后的小丑的，不管是无限距还是一个拉锯的速度，都会让到求生者这边很大的一个压力。对，再加上他对于一些博弈的一个熟练度，不管是躲飞轮呀，包括躲古董上的棍子呀，其实在一个熟练手，尤其是很快开出2阶的小丑面前，其实你很容易被滚雪球。没错，这就是一个问题。而且这手祭司拿得很聪明啊，祭司先拿了，再拿古董商。其实你别说，小丑其实到了中后期真的很烦一个大动战术的。对。就他还是挺关键的，每个无限距的时间点都要拿捏得很好。对。搬掉前锋，那这样子的话，信号也是给到说，哎，我后手还能去摇摆，看怎么选。其实对于 WBG 来说，还是要补一些能调状态的。对，你不能说完全就防着他小丑去的，对吧？他虽然说现在这个班位一个昆虫，一个前锋，信号已经释放得非常明显了。哎，果然拉了心理。这样子的话，救人可以放到后手选，不管是守墓还是野人的话，都能去应对到他的一个角色。还有，我觉得心理有个好处在于说，当你完成了一个依旧，或者说能断掉一波节奏之后呢，因为我们知道小丑他很喜欢上脏剧的，对这个治疗速度其实特别慢，但是这个版本有一手心理或者有一手调酒，它能解决你这么一个治疗时间拉长的问题。没错，但是搬掉野人，我的天，这个是真的打明牌了呀。对。就觉得有突破口可以打了，因为心理这个位置确实也是能去打。对，因为其实我们都搞清楚一个点，为什么宠爱他的小丑能4抓？首先第一，他其实想的很简单，我就针对场上有一个突破口的位置去打。但是这个人如果给我打倒了之后，你的节奏不好，你要去救，我开2阶了，不好意思，那我就真赢的节奏了。没错，而且你看他前锋野人一般，你剩下的你看你能拿的什么？佣兵，对，守墓，大副。守墓的话，可能存在一个你下场我回头钓鱼执法，对吧？我定点巡航。那佣兵跟大副是很有可能会被小丑开局就打一个突破的。没错。看宠爱这一手把野人搬掉，我觉得小丑应该跑不了了。跑不了，应该跑不了了。主要是心理也出来了嘛，心理也出来的话，他也不会说上来第一把放弃小丑打破轮的，对的，是吧？这还是大方向就冲着小丑去的。其实这一局的一个区域选择也是比较讲究，因为祭司的放的点位会影响到求生者的一个串联效果。是你如果说把祭司放在大船，那么你整局游戏只能依赖什么？依赖它一个长洞。对，可能更多就倾向于说，哎，我一个化险为套出来就钻长洞，然后去断一波节奏。对。但是如果说你把它放到双11的位置的话，哎，其实它的一个串联效果会给到求生者去躲一个无限距的机会点。是的，那就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嘛，到底是选择让谁能站在这个大船相对比较安全点，而且我觉得其实放大船的角色可能也就祭司可能更安全一点。对，就对于如果是名牌打小丑来说的话，那你别的外面不管是古董商还是心理一个3刀姐来说，开局你还是得想办法去抗压，对吧？或者说小房 C 一个，大船 C 一个，双11 C 一个这样子。没错。而且中场这个位置，我觉得然后不站也行。对，然后告诉你，突然发现佣兵没地方去了。佣兵，你敢站中场打小丑吗？不敢的。中场要不站吧？你要不中场让出来吧？确实，也是果然选择了小丑。对，现在我觉得反而是一个逆向思维给到 WBG，你想好这个佣兵往哪里放，对吧？你得给佣兵一个稍微能苟一苟、稍微卡一卡位置的一个板床区吧。对的。而且佣兵啊，你说你开局吃个剧，很烦的。对，你把心里的一个印记给用掉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后期我救人的时候压力又更大了。我第一个来个脏剧，对呀，不烦，对吧？你是不是要找心理去？是的，所以这个问题感觉求生者这个阵容其实是能打的，但还是得看他们局内的一个区域选择跟一个串联效果有没有提前去想好。对，因为你要去做很多准备，才能说应对到我前3手句子吧。你3手句子能断掉，或者说给不到一个节奏点的话，其实小手的一个节奏很难受。对，3个句子就是我起不到一个拿刀节奏，对，这样的话节奏就有机会，对吧？对于求生者来说，当然我觉得宠爱其实他的一个耐心啊，就我们昨天就刚看了他那个小丑的比赛，就是他的耐心特别的足，特别足。就是我开局1分多钟，将近2分钟，我可以不磨刀，但是我这个零件我全部捡一片，甚至他后面那个无限推都已经到10位数了，你知道吧？10几个，都10个朝上了都已经。来看一下一个选点啊，你看是让把心理放在了中场上。其实这个位置佣兵心理都相当于是中场。对，佣兵你也不可能说真的上来就往大船去苟吧，对吧？对的。那这样子可能是想着说我前期往那个大船去嘛，去找一个祭司的辅助。对。那宠爱的话也是选择在了破船的位置。对，把小船先站住，那这样的话可以优先先封到大船的密码机。
心理往哪里苟呢？心理可能说看着不行的话，只能开局就往这双11那边去苟一苟了，就拖时间了。我觉得他得走，他不能苟。他这个位置的话，那他往哪去？他能要么就去小房吧，小房有古董商，对吧？你没地方可以去啊。没关系，两个人站一个点也行。但你这样子，因为你这个位置你跑大船，你必吃一句啊。对，所以说我觉得你要不因为你小船方向被占住了，你心里现在很尴尬这个位置，对吧？我们看一下天赋方面啊，宠爱这一把的话，张狂挽留带一个闪现比较常规。那求生者方面，1个飞轮、2个飞轮、3个飞轮，没错，这是真的是武装到牙齿，就看这个飞轮能不能博弈到了。知道你会打，对，因为选择心理之后，他们也想到了一个应对方式嘛，太明牌了。但区域选择其实还是得在场内去看。是好的，现在进入比赛方面，本场对局由成都狼队的监管者对阵 WBG 的求生者，由解说童话、解说烤鸭为你带来 IBL 实时赛况解说。来看一下，开局应该先捡一波零件啊。对。就这个位置可以让你先转，然后你看小铁想转双11，一看不对，双11来人了，转不了。哎呦，这个真的没什么特别好的点位能给他去苟一下。那你如果你要玩小船的话，小船其实也就只能玩一波，对吧？跳小船，那这样的话，其实直接开局还是要去往大船方向去排。是的，唯一2个安全点，大船跟一个小木屋的密码机已经开始破译了。对，但对于佣兵跟心理来说，这个无限区怎么去断？这边一个拉过板，但是没有排到心理的位置。这边在博弈这个你下板的动作。对的，两边还在赌，还是一狙拿到了，然后直接往大龙脸上一冲，那时候大龙可能也被干扰到。没错。那这边的话也是选择去钻祭司的洞嘛，有辅助洞。对，第2个锯子又没那么好拉。但这边我钻了洞去拉锯，其实也不好去规避啊。是，再捡一波零件跟钻，他甚至这边可以回头去试一下祭司的节奏啊。可以。当然追祭司的话，可能还要考虑一下，说你直线当着面打一个洞这样子的，那这样的话可能来回博弈的空间就有点小。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这个位置骗应该骗不到了，不太好骗。对的，大龙这手熟练度也是非常之高啊。是的。这边一个飞轮失误，钻，那这样子闪现好了。对的，板子敢不敢下？不敢下也可以闪。哇的天，一个博弈还拿到1刀，怎么打这个小丑？怎么打？怎么做才能放过我？就是这个，因为这小丑，你想一下，这首先第1局开局的一个点位，我觉得就很难。这边是怕他可以晃下来，就是晃下那个楼梯嘛。好，那现在你看，开局心理的一个小铁这边一个拉点干扰到了大龙，然后这边往大龙这边速度秒掉之后，还干扰到了小铁，导致说这一把其实全程只有2个人在破密码机，并且艾克这波还要过来提前救了。对的，但是张炬打掉了，这一波还是再装一个张炬，那这样子可以赚一手。对，但还是骗一手骗不到。上下洞，你看这个就是在大船祭司的优势点，就是我可以直接是贴墙去打一个洞，可以断你节奏。没错，但是洞的 CD 对于小丑来说还是太过于长了。还有个问题啊，就是技能没逼出来呀，这个闪现还在的呀。是的，这边再跟一手2阶锯躲不掉，躲不掉，真没地方可以躲呀。这就是问题所在，你让小丑开启2阶之后，你这个锯子的速度你就没办法去规避。顺便还那个2楼再搜刮一波零件，就这一波打下来的话，你感觉反而越打越富有了。对于小丑来说，对于宠爱来说，外面的话应该要去想着补一下状态，不管是调这个应激还是说摸一下。对，因为我们都知道，佣兵如果给打了个战役跟张炬的话，它会形成一个很难自起的一个状态。对，而且因为你刚才小铁开局是吃了1刀的，所以说你现在不是一个满状态。你这一波应激确实可以那个给移情给移满之后，但是你后面自己可能会成为突破口。对的。就你直接还要去对楼下直接移情，先把艾克移满。这一波的话还是要看着卡满过来救一波的，来都来了，上楼了，一个换弹到脸上，先给刀。就2个思路吧，这边要么就是陪跑，对，一直跟跑。你看，这边是直接一个抬锯抬到了艾克的佣兵，同时还相当于削了自己个后腰，直接一波上下洞下去之后，再续上一波祭司的节奏点。对，我的天，这边再去搏一手，哇，还拉到锯子、飞轮、棍子都骗到了，坏了。这手想云门过来赶，但是这边躲掉了。那操作不了，坏了。这节奏点，这一波太细了。就你场上现在挂飞了，计时之后你会发现3个人，但是其实实则2个人，就这么简单。你外面现在谁能扛压？现在见谁谁倒，艾克还起不来。我的天，这个小丑，
你看拉船体的位置，这边是倒地的艾克，但也没有什么兴趣。大船的位置的话，应该是古董商，是，要不要打算上去找一波呢？这里可以直接进大船。但这个拐角非常多的地方，相信他的这个拉锯熟练度值得相信。对的，下来之后有棍子的博弈空间啊，可以稍微扭一下翻窗，我下这个床夺棍子骗在云门交了，躲掉，对，一棍打断，这个是打到了，是的，还好，但是其实再给对2棍，那拉一个锯子直接倒地，没办法，对的，就是。为什么说这个版本的小丑在赛场上有意识之，就是他解决了个什么问题？就解决了你被你古董商指割这个问题，对吧？这个版本有2个角色，一个是博士的那个前冲，一个是小丑这个拉锯。他虽然说能拿到普通伤害，但他其实不算在这个平 A 里边的，对，他是不会受你这个影响的。那把人挂上之后，你看外围一个心理学家怎么去救？这个问题很大。很难，密码机首先是不够，是的。其次，这个人你没人能救。那这边选择交起了自起，但手上的棍的话也没了。一个窗户去博弈，去防了一下心里的一个掉头救人。是的，这边及时的回防，感觉是能拦截到啊！有这个位置特意把视角抬高了，他故意看那个脚的位置。到了海边，哪怕我减速没有关系，只要我笃定这个人就在里边。对，坏了，4抓举了，这没办法，没办法。其实从那一波第2次救援下来，那个长洞再接上祭祀的结束点的时候，就已经是4抓。就真正的那个一瞬间的一个崩盘点，就在于那个一个上下洞，但是我一句拉倒佣兵打双倒之后，瞬间一个取消后摇，一波下去了。没错，对于求生者来说，可能在第2波的一个陪跑、扛刀之类的，换取一个节奏是唯一的一个选项。那把回忆拉倒的话，也是。没有自起了嘛？对，那正常来说的话，这波就是再挂一下嘛。但是其实也拖不了时间，因为主要是什么呢？你不存在说，它其实那个角落呢，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带摇了，然后呢牵起来挂不上。但是这个节奏，我觉得即使是你能真的摇下来，把佣兵在极限扯一波下来，其实改变不了最终4抓的结局的。